係咁網友嗱，早幾日我哋講過話9月1號嘅大限嚟到啦，就係呢一個中國全國嚴厲執行交社保咁咧，又有一條新嘅例喎係房東例喎。房東例係乜嘢咧？即係租樓你一定要登記個租住權，而登記咧就即係要納稅。而家好多人咧租樓俾人咧根本就冇納稅㗎。台灣地，你除非要喺度，即係台灣咁嘅，我要喺呢度註冊我嘅戶籍喺呢度，咁咧佢房東咧就要納稅。佢所以咧你租樓咧，台灣嘅房東問你你要唔要註冊入籍㗎？咁你話唔要咧平啲喎，呢個就係好啦嗱。我哋嘅呢個月餅今年係超級特惠，大家快啲買呢個迷你金沙奶黃月，我記得2012年我哋開始賣嗰陣時都220幾蚊嘅，而家198蚊，係我哋嘅品質嚟，真係出名好食。幾次 blind taste 都係證明係全香港最好食嘅。咁就雙黃白蓮蓉咧188蚊啦，迷你開心果麻薯月餅咧248蚊咧，呢個口感好好嘅。仲有麻豆文蛋柚呢個今年會靚，但係咧剛啱打風喎，我驚咧就好多都唔見咗啲麻豆文蛋柚，未必交得齊嘅，你快啲訂。好啦，國務院6號通過住房租賃條例，9月15號實施，第二招攞命嘅嘢，佢係明確咗仲介、承租人、房東3方面嘅關係，要求房東必須到房屋管理局備案，即係你間屋租咗出去咧，你一定要去登記，唔登記點咧？咁唔登記咧，係咪會重大罰款咧？呢個係條例嚴禁廚房、衛生間、陽台呢啲非居住單位單獨出租，即係我唔可以租咗一個廚房、衛生間或者個陽台俾人喺度住咁樣，唔得嘅。呢個係違規者最高可以罰10萬蚊喎，並且納入信用黑名單。呢個就大鑊啦，呢個就老賴啦，呢個就係直接清理大量群租房同埋間隔房。即係有啲完全唔合規嘅房咧，就開始唔租得啦，間得好細或者呢啲咁嘅，或者係嗰啲阻咗公共通道嗰啲咧，佢要登記嗰陣時咧，佢會睇下你呢啲嘢嘅新規。呢個係進步㗎實現租購同權，你租樓同買咧個權利係一樣嘅。住房租賃合約連續履行。達到規定時間，你只要租咗間屋超過幾多個月咁樣，承租人呢就有權照規定享受當喺呢度住基本嘅公共服務，主要係子女入學，就當你租咗，你就有權喺度申請附近嘅校區。條例規定地方政府做好備案之後，話呢個獨立啦，要將資訊同稅務部門共享，佢租咗俾人，跟住呢就係稅務局追你稅。呢個備案不排除就為咗租屋納稅鋪路，做好準備，唔使講啦。稅務局就追你稅啦。而家呢咁嘅，你租屋俾人呢就幾百樣嘢嘅，10萬蚊以內嘅租金呢就有住房增值稅、印花稅、教育費。呢啲咧完全免繳，主要就納房產稅2%，同個人所得稅0.3%。假設每個月租金係5萬，一年6萬咧，而家嘅稅率咧要俾1000，按現行稅率咧俾1500蚊稅。但係如果按正常個稅徵收咧，就係要6000蚊，相當於100一個月嘅租金。我解釋俾你聽啦。而家呢嗰個方法呢就1500蚊，但係你一個月你咁計啦，一間屋如果租到6萬蚊咁樣，咁我覺得你點都要300萬，
300萬2%喎，呢個係300萬2%，呢一個繳納房產稅2%攤開啊，同個人所得稅喎，呢個係還是照呢個2%6萬蚊嘅2%啊，呢個係結果咧就俾出6000蚊稅出嚟。咁而家咧多數人都瞞嘅，個問題喺呢度，要嚴厲執行咧大鑊。有啲屋咧佢唔俾你登記啦，咁於是趕咗啲人出嚟啦。咁有啲咧就係個個都要納稅。好啦，租賃備案實現租購同權之後咧，學區房個房價下跌啦，因為咧嗰啲人以前咧你要擁有個學區房先至可以讀啊嘛，咁你就要買啊嘛。深圳南山租屋積分最高77分，可以輕鬆上一梯隊名校，學區房大鑊啦。分析話而家經濟下行啊，土地財政收入斷崖式下降嘅背景之下咧，嗰個中國賣地最高收入咧試過8萬幾億一年，而家係降到幾多錢咧？2萬幾億，都好多係假數。咁就仲有即係內房啊，唔係大陸嘅地方政府欠落好多稅、好多債啦，根本就係應該係幾多債啊？130萬億到啦，嚇連埋佢嗰啲城投債，政府要搞錢嗱。以前咧就係呢一個係收稅咧，係你買賣嗰陣時收稅啊，呢個增量收稅，你增加嗰陣時，而家唔係，你唔買樓咁點啊？你持有個樓，我就要你俾稅。本來咧就想納呢個房產稅，後來唔敢納房產稅，但而家咧就先搞一橛先，就租出去嗰啲要納稅。業內預測，如果違規房源佔10%，意味着3000戶租戶要重新揾合規住房。哦，咁呢個大鑊啦，就逼高啲租金啦嚇。好啦，社保新規定要求餐補業嘅小型工商業者必須為員工繳納養老、醫療、失業、工傷生育保險，任何協商放棄或自願不繳嘅協議都無效。嗱，呢一個咧原本就喺個法例入邊嘅，但係咧就係側側膊嘅，冇執行。強制社保話題衝上新浪微博熱搜，幾萬民眾衝塔去國務院網站要求退保。呢個唔係福利，係逼民眾納稅。呢個係真係一種逼民眾納稅嚇。呢個係嚇支持退款。工資唔理想嘅就係一個月3000蚊係普遍嘅，交1000蚊社保，剩翻1000蚊一個月，點樣夠使呢？再加房租就真係大鑊啦嚇！你哋唔能夠唔關注下民生喎嚇！成日一嘴一張一閉就政策，你唔能夠讓百姓飯都食唔到嘅時候，你要考慮40-50年後嘅事嘅，呢個係嚇。再唔交養老金嘅錢咧，再唔拎養老金嘅錢咧，就冇得發噶啦。80後大概65歲之後退休咧，你就唔會有錢攞噶啦。啊，個池入邊嘅鋪入邊嘅錢少到佢哋緊張啦，個窟窿太大啦，唔保唔得嚇，冇人信呢樣嘢。2024年大家睇個現實啊，中國就業人數7億3400萬人，幾多人交咗呢個社保呢？即係嗰個佢有兩種社保嘅，城鎮職工社保同埋城鄉呢個基本保險。嗰個交城鎮職工保險嘅人呢，得2.46億，只係就業人數嘅33.5%。嗱，佢咁嘅7.34億，而家交足嘅2.46億，咁呢，即係仲有4點幾億啊。4點幾億咧，就有2億幾3億咧，就係農民工嚟嘅。農民工咧就冇社保嘅，就係交好少錢，就低保嘅，咁但係咧，你睇見條數咧，就點都有2-3萬億人咧，本來唔走甩咗喎，唔喺嗰個社保個網入邊喎。社保新規定生效後咧，員工招工一定要繳納社保。
嗱，嗰個毒在邊度咧？咁嘅，佢毒在咁嘅。我識得一個老闆啊，佢間工廠咧，佢係由80幾人咧減到20幾人。佢呢一個8月底佢預備執笠啦。佢話點解咧？執笠咧都冇命，因為咧嗰20幾人，如果你到咗呢一個9月1號，到咗9月1號咧，你唔好幫佢交社保咧，佢咧就可以離職。離職咧就要你賠錢遣散，你一樣要交翻社保。佢計條數咧要200幾萬，就算啦，我投降嚇。嗰啲員工啊，如果獨立嘅咧，佢就咁諗啊，你一路都梗係冇交社保啦，咁佢告你，佢就攞咗遣散費，你仲要幫佢交翻社保，佢就袋咗好多錢喎。你一做得7、8年嘅都幾大鑊喎，點解？如果被舉報或訴訟，企業將會被重罰。無論員工或者公司繳納社保係一條紅線嚟嘅，你唔可以跨越嘅。微信像家門口嘅包子鋪咧要關門啦。店主表示本來就唔賺錢，為5個員工繳納社保啊，每個月增加近1萬蚊成本，執笠。以北京為例，嗱，大家睇條數，店員月薪5000蚊，但係最低社保基數咧要7353，即係點咧？個員工要交780蚊，公司要交1950蚊，呢度加埋2700， 5個人14000，每個月要交多14000蚊。咁咧就係呢啲5個嘅好細嘅餐飲店啦，咁就係執得笠噶啦。呢個交多14000蚊就。文章作者問附近嘅理髮店老闆，佢話未諗好點搞，完全交社保係不可能嘅，先睇下其他老闆點樣搞。好多人都係 sitting 啊，睇下個 situation。豪蝦傳創始人蔣毅話：成個餐飲行業嘅覆蓋率都唔高嘅，即使有上千間門店嘅連鎖品牌啊，只係總部嗰度係全民參保嘅啫，出邊一啲都唔係嘅。中國社保繳存比例遠遠超過全世界。以養老保險嚟講，加拿大僱主僱員各俾5.95，夾埋11.9啊。香港係俾10啦。中國企業咧16，員工8，加埋24，多過加拿大1倍都唔止。加埋其他4險同埋公積金，中國社保繳存比例超過50%，擺去全世界，即使同北歐高福利國家比咧，都係高到嚇人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呢一個係呢個咧就係，但係人哋啲福利咧就好犀利喎。呢個係嗱，我哋睇下佢同加拿大比，假設條件間公司呢個就係中國比咧係多過加拿大1倍嘅。社保嗱，呢個大陸嘅經濟學家講，社保5宗罪。第一宗，企業沉重負擔，財稅專家呢個李偉剛講嘅死亡稅負，呢個稅負係令到中國啲企業窒息嘅。中國總稅率68%，其中48.8%係勞務稅，哇，好犀利！如果唔計社保咧，中國同加拿大嘅稅負差唔多，一單加埋社保，中企係加企差唔多2倍，其中社保係加拿大嘅3.17倍，加埋公積金係3.8倍，好沉重，要納好多錢。第二，企業好沉重，普通人好沉重。好啦，體制內除咗基本養老保險24% 之外啦仲有職業年金12%，兩者加埋36%。做官嗰啲，全世界都好少嘅，納36%。咁呢個點咧？呢個就係呢個咧係呢啲結果係要俾人民俾嘅，嗰啲做官嘅人嘅錢，呢個對人民係好重嘅負擔。
我哋睇下中國啲稅係乜嘢，你要知道幾唔同嚇。呢個係中國最大嘅係增值稅，大概係38%，消費稅10%，呢兩樣嘢佔咗48%。個人所得稅得6.5%，企業所得稅得10%度。你知道點樣？中國嗰個稅最重要就係增值稅同埋消費稅，佔咗一半。咁跟住有啲企業咧要納稅啦，有個人納稅。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增值稅同消費稅係乜嘢啊？係間接稅。呢個係對窮人非常不利嘅。我哋睇美國嘅 situation 係點啦？香港啦，香港最多咧就係利得稅喎，公司稅喎，其他咧先至到人民嘅入息稅。呢個就係呢個就係間，呢個就係呢個係其他嘅直接稅。呢個咧就係間接稅，呢個就係。但呢個唔係，我講俾你聽，香港最多嘅稅係邊個俾咧？就係公司稅，佔咗44%。唔係呢個公司稅加印花稅64點幾個 percent，64點幾個 percent。然後咧，我哋嘅賣地收入啦，賣地收入咧其實係一種，其實都係一種間接稅。香港就冇 sales tax 噶嘛。嗰啲人咧，香港個人納稅咧就好多辦法咧就走咗嘅，所以咧係如果唔計賣地咧，就以公司稅第一。呢個咧係世界少有嘅。一個普通嘅進步國家係點咧？個人所得稅係絕大部分嘅，個人所得稅、工資稅、社會保障稅係佔咗80幾個 percent， 企業佔11%，其他絕大部分。嗱，呢啲銷售稅嗰啲咧好少嘅啫，大部分就係呢個直接稅。直接稅嘅好處咧就係有錢人俾多啲，窮人俾少啲。間接稅咧，個啲間接嘅人你都要食飯嘅，一去食飯就要收你稅。咁呢啲咧買乜嘢都要收你稅，係對窮人不利嘅嚇。體制內仲有公積金。按上限各繳12%係24%，呢兩項啊，僅兩項就達到60%，而體制係唔創造財富嘅，都係納稅人俾嘅，咩好重嘅負擔養啲官第三宗罪，扭曲勞動市場，搞到嗰啲人咧，因為政府官員嘅福利好好，嗰啲人全部去考體制。今年高考錄取公費師範生同公安警校嘅錄取分數超過咗985-211，大家癲晒。我即係有啲人咧，我喺網上睇咧，連考10年想考入體制度公務員都失敗啊！第四宗罪，代際不停，代際不公。嗱，加班回到我家，我交嘅社保在翩翩起舞，我嘅爸爸媽媽好開心。因為佢嗰個係現收現付制come as it goes, pay as it goes， 所以咧係而家嘅年輕人咧俾錢嗰啲老人消費嘅，呢個就係網上一篇文章，爺爺每多活一日就為全家帶嚟566蚊收入。89歲嘅爺爺每月嘅退休金17,000蚊，係全家嘅經濟支柱。爺爺多活一日就為全家帶嚟566蚊。我又睇過第二篇嘢嘅，佢話個爺爺嫲嫲外公外婆就係退休嘅幹部，就兩個萬幾蚊啦，兩個7-8千蚊啦，即係咁上下嘅嘢咯。然後佢爸爸咧就係佢爸爸媽媽咧就係咁嗰啲成萬蚊，佢爸爸媽媽咧就5-6千蚊，然後佢自己咧就係3000蚊。咁佢咁不如唔好啦，我不如就係唔好做嘢，翻去孝順爺爺嫲嫲，等佢哋長命啲，咪好着數咯，係咪？第五宗罪，
阻礙體制改進。中國養老制度城鄉體制內外3種身份。養老制度3種身份，一種係乜嘢？體制內嗰啲咧犀利咯，嗰啲公積金咧就好犀利，仲有年金啊，所有嘢啦。咁第二咧就係普通嘅，即係嗰啲係幾多錢咧？嗰啲我睇過㗎啦，即係體制落嚟好初級嘅人咧都有6、7千蚊啦。大致上呢個城鄉嘅職工係3000蚊到。一係農民工就慘咯，100幾蚊、100幾蚊，3種制度。網民根據2022年全國社保基金決算表，每個月能夠攞到1萬養老金嘅有900幾萬人，呢啲咧就係做過官嘅，呢個就係中國社科院2019發嗰時嘅報告話，2035年養老金用晒，你可能冇得攞。有網民直言，管制越嚴越證明公司資金不足，普通人越不信未來能夠攞到錢。喺空帳時間，年輕人養嘅係邊個嘅腦？你而家交嘅錢係養緊人哋嘅爸爸媽媽。有年輕人話房租就食咗一半工資啦，社保已經變咗奢侈品，認為佢哋按照城市收入標準咧就納稅喎，但農村嘅父母咧冇得享受呢個優惠嘅。呢個養老金嘅，隨住強制社保新規實施，北京環球影城、麥當勞啲企業招募退休人員，計劃喺社群平台引起廣泛注意，成為熱搜。呢個呢個北京環球影城啊、麥當勞啊，都係請緊啲退休人員。麥當勞招聘廣告咧，只要退休員工要正式退休證、彈性工作制度，每個月上班3至4日，月薪咧1500至2500蚊人民幣啫。呢個就係以上海為例啊，招募退休人員同企業咧，可以慳翻16% 養老保險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咧超過咗60歲，即係退咗休嗰啲人咧，係唔需要納養老保險嘅。咁係咪大家都慳咗？用人單位啊，唔使為退休人員繳納養老保險，但要繳納工傷保險，咁爭好遠。上海好多新招聘廣告咧，列明要男士男士嘅僱主啊，要求男士僱主招聘廣告嗰啲僱主專係請60歲嘅女員工，嗰啲男員工要60歲，女員工55歲，嗰啲退咗休嘅。佢話以前咧就請35歲以下嘅後生嘅，而家咧要請啲老嘅。啲老嘅點咧？喂，好想做嘢或者健康又好啦，好似我咁啦，68% 退休人員想做嘢，退休人員無奈再就業，尤其是喺服務行業，因為退休金不足退休，冇得退休，唯有焗住做。即係咧，我應該點講咧？即係成套體系啊！呢個就係我係覺得咧，習近平一定要 back down，呢個咧係冇可能嘅。7億幾人減咗3億農民工，你係4億幾，你而家得2億幾人裝，你逼其他嗰2億幾人裝咧係做唔到嘅，因為佢哋再繳呢個社保咧，佢哋就唔使生活㗎，好嘛？好啦，嗱，我哋幾隻嘢新介紹㗎，呢隻咧就係健骨素，係提升你哋骨嘅。呢個天然珊瑚鈣離子形態，水溶釋放，易吸收，增加骨質密度。呢個就係用呢隻嘢咧，好好嘅，大家試一試啊！嗱，仲有呢一隻咧就心血樂啦，我哋新介紹俾大家嘅佢係有巴拿巴葉精華啦、紅谷萃取物啦、銀杏啦，呢個輔酶 Q10有啲 Q10喺度，保持心血管健康㗎呢個係第一合9節、第27節。仲有一隻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係腸道輕盈酵素啊，係等你將嗰啲腸咧掃清楚咗，等啲益生菌入去嘅，係有呢一個巴羅酵素、丁酸梭菌3重酵素，
幫你將啲碳水啊、蛋白質全面分解，增加腸道健康嘅。呢個160蚊9折，第一個9折，第二件7折，大家多多幫襯。呢3隻健康產品都係相當好嘅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知道呢隻 Urian 啊，我係已經大家知道係好行嘅喺韓國。Urian 係由 baby 到成人，係純素嘅，一啲激素都冇嘅，純天然。哇！用呢啲嘢咧真係非常之舒服，而且個性價比好高啊，性價比好高。咁咧整咗一套嘢俾大家體驗下，係包括咗純素深層滋潤晚漿、純素煥膚精華、純素柯燕溫潤膚膏、純素鹼性潔面泡沫，加埋882蚊。呢次688蚊俾大家一套俾你體驗下嚇，有排用啊，買一套呢啲咁有排搽幾個月，呢個真係好平嘅，呢個係質素好高嘅，每個用過嘅人都翻轉頭買，特登俾大家體驗下，688蚊，嗱，快啲買！